老公误把银行卡的千万余额发在幼儿园家长群，儿子的老师第一时间把头像换成性感自拍照，群备注都改成了李李老师单身可聊。有熟悉的家长告诉我，这个老师私生活混乱，和很多男家长关系密切，要我注意。我相信老公，并未在意。直到某天，我教育儿子品德问题时，他却一巴掌扇在我脸上。你别这么烦人行不行？我支持爸爸和你这个黄脸婆离婚，我要让李李老师做我妈妈。我才知道，原来这对父子的魂已经被绿茶幼师勾走了。行啊，希望你们的李李老师能养得起你们父子。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公司一个新项目的工程款打到了老公账户上，我让他给我截图，结果他不小心发到了儿子的幼儿园家长群里，我赶紧让他撤回。可这个时间正是孩子放学的时候，很多家长都在群里聊天，自然不少人看到了。群里短暂沉默后，瞬间炸开了锅。我去，刚刚那是银行卡余额，牛逼！虽然只是看了一眼，但我可以确保是8位数的。家长们议论纷纷，还有人艾特我老公，问他做什么工作的，更有甚者已经开始取经了。我老公含糊其辞，说自己只是运气好。我捂嘴偷笑，他这话其实也没什么毛病，毕竟老婆有钱，怎么不算是运气好呢？可就在这时，一条消息跳了出来。看清消息内容，我嘴角的笑意变得有些僵硬。小五爸爸，记得来接小五哦，人家会一直等你哦。比心比心。这人在群里的备注是李李老师单身可聊。我皱了皱眉，点开那人的头像，看着照片上穿着暴露、矫揉造作的女人，好半天才认出来，这是儿子幼儿园的老师江里。一个老师和学生家长对话，应该注意分寸吧。平常都是老公去接儿子放学，但今天他临时有事，所以只能我去接。我在群里回复，不好意思老师，孩子他爸不在，今天我去接小五，有劳您费心。消息发出，却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有个熟悉的家长给我发了私信，小五妈妈，您可注意点吧。浙江老师私生活听说挺混乱，和好几个男家长暧昧不清的，突然对你家先生那么热情，别是另有图谋吧？我丝毫没在意。一方面，我很相信我老公的为人；另一方面，外人不清楚我家的情况。我家属于女主外男主内，家里的存款以及大小支出几乎全部都是我负责，所以就算有所图谋，也得图谋对象有东西被图谋才行。我起身出门，准备去接儿子，可刚上车，老公就打来了电话。老婆，今天我去接儿子，你在家歇着吧。我有些疑惑，这家伙平常让他去接孩子，不是不想去，就是在忙。今天提前说有事的情况下，居然又这么主动。女人的直觉让我意识到这里面有猫腻。想到群里江离发的内容，我心里愈发觉得不对劲，开车直奔儿子所在的幼儿园。等我到了后，我一眼就看到老公那辆大奔就那么大咧咧地挡在门口，显得格外扎眼。很快，我看到了老公和儿子，顿时松了口气。也许是我想多了，我刚要下车，就听到一声娇滴滴的呼唤：“小五爸爸！”他东西落下了，我视线一过去，就看到儿子的老师正小跑着朝那父子两人过去。只是看到他的穿着，我又忍不住皱了皱眉。超短裙、露脐装，还穿着黑丝，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幼师的打扮。加上脸上明显刚补过的妆容，我忍不住冷笑。
小姑娘的心思还真是好猜呢。不过我并没有下车，甚至没有太多担心，毕竟我和老公的感情很好，而且他是靠着我的资助才上完大学。我俩之间的感情，不是外人想插入就能够插进来的。我相信苏妍，她爱我，她不会乱来。可是这一次，我被打脸了。苏妍和江离相谈甚欢，不知说了些什么，两人笑得前仰后合，儿子也在旁乐得蹦蹦跳跳。乍一看上去，以为他们仨才是一家人，我心头开始浮现不安。突然，苏妍不知说了什么，江离娇笑一声，竟然踮起脚帮苏妍整理起衣领，而苏妍不仅没有拒绝，目光反而死死盯着他胸前的沟壑，似乎恨不得把整个头埋进去。我忍不了了，下车就要过去和苏妍对峙，可三人却同时上了车，扬长而去。我赶忙上车追了上去，三人直奔市区。我尽管努力跟在身后，但由于车技一般，加上晚高峰车子太多，不多时我就跟丢了。我狠狠拍了下方向盘，此刻我甚至有些后悔平日里总是叫司机开车了。回到家中，我拿出手机给苏妍打了过去，电话那头过了很久才被接通。喂，老婆，怎么了？电话那头声音十分嘈杂，似乎是在商场里。我深吸口气，尽可能保持平静。你不是接孩子吗？这都几点了？哦，儿子想出来玩，我就带他来市区逛逛。放心，很快就回去了。哦，对了，晚饭不用等我俩了。说罢，他就挂断了电话。夜晚，父子二人欢声笑语地回来了，看上去没有任何异常。苏妍甚至还给我带了我爱吃的甜点。当我旁敲侧击问起来那个老师的事时，苏妍镇静自若，甚至还主动说出放学的时候因为顺路，就送了老师一程。小江老师家住市区公寓，儿子不是闹着去玩吗？就顺带捎了他一段。苏妍的表情镇定得太过头，就像是说一件稀疏平常的事一般。我有些迷茫了，难道下午那会儿真的是因为自己脑子里想太多，所以看什么都觉得不对劲？可当晚，我就在江离的朋友圈底下看见了苏妍的点赞。后来再想起这天的相遇，我知道这是上天注定的结局。我点开他的头像，又翻了翻，里面除了各种自拍以外，就是莫名其妙的酸诗。我隐隐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对。就这么过了几天后，我发现那个女人居然开始对我儿子下手了。起初察觉不多劲，是我发现我那放学从不爱看书的儿子，竟然一回家就捧着一本书看得起劲。不仅如此，他还一反常态的让他爸给买了很多文学作品，每天吃过晚饭就神神秘秘地跑到苏妍的书房里。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就在他进门后，躲在书房外门口偷听。可不听不要紧，一听我却听到了江离的声音：“小五今天看到哪儿了呀？老师可是要检查的哦，已经看完一半了。江老师，要是我看完了，你真的会再带我吃一次肯德基吗？”儿子的声音充满了喜悦，我却忍不住皱起眉头，心头怒火升起。因为我爸妈的偏爱，导致儿子小小年纪体重就已经超标了。医生说再胖下去可能会影响健康，所以饮食方面我一直都对他严格把控。可这个突然杀出来的江离，竟然用这种方法让他吃垃圾食品。我刚想推门进去，却又听到了苏妍的声音：“江老师说话算话，肯定会带你去吃的。”我握住门把的手僵住了。苏妍知道这事，看语气，她似乎是默许的。那爸爸，你和我们一起去吗？我想去看动画片，想和爸爸还有江老师一起去看。那苏先生，
既然小五都这么说了，你……江离的声音和以往群里不太一样，带着些许小姑娘的羞涩。我屏气凝神，内心期待着苏妍会客气拒绝。那我们一起去就好了。我失望了。苏妍答应得很痛苦，儿子接下来的话更是让我如坠冰窖。好，但是不许带妈妈去。他不让我吃肯德基，烦死了。我脑海如同雷霆炸开般，握着门把的手也忍不住和颤抖。尽管我心里极力地告诉自己，童言无忌，不要跟孩子一般见识。虽然我平日里比较忙，和儿子互动比较少，但是他一向都是很亲我的。每次我周末回家，他都像是个树袋熊一样，抱着我的大腿不撒手。可如今，他却嫌我烦。我在外面站了一会儿，强迫自己冷静。儿子年龄那么小，说出的话、做出的事，一定都是有人在背后教的。苏妍没那么大胆子，那罪魁祸首就很明了了。我没有推门进去，我很清楚，现在进去，苏妍一定会用其他借口和理由来敷衍我，哪怕我强硬揭穿，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既然如此，还不如等他们三人出门看电影的时候，我来个现场捉奸，我倒要看看届时苏妍还怎么狡辩。当天晚上，苏妍去洗澡的时候，我拿起她的手机，果然在订单里看到了3张第二天下午的电影票。我默不作声地拍照，而后将手机放回原处。第二天中午刚吃过午饭，苏妍就说要带儿子出去玩。我假装不知情，但笑道：要不我也一起，正好咱们一家好久没一起出去逛逛了。苏妍脸色一下子变了，有些尴尬地嗫嚅着。虽然已经有了猜测，但见到这副模样，我心中还是忍不住一阵酸楚。气氛尴尬之际，儿子突然开口了：爸爸快走，一会儿电影要开始了。苏妍冲我无奈一笑：不好意思老婆，这是我和儿子的男子汉约会，下次再带你一起。我笑着点头。父子2人出门后，我脸上的笑容消失。苏妍居然真的敢骗我，是谁给他的胆子？难不成这么多年优渥的生活让他开始得意忘形，忘记了谁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人了吗？我看了看时间，等到电影差不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让司机将我送到了电影院所在的商场里。巧合的是，我刚进入商场，就看到苏妍牵着儿子的手从电梯上走了下来。那个江离站在儿子的另一边，脸上挂着温柔的笑容，看上去他们真的像极了一家人。同一时间，苏妍也注意到了我，视线在空中相撞的那一刻，时间都好像暂停了下来。老婆，你怎么在这儿？苏妍脸上的笑容瞬间变得僵硬，语气也颇有些不自然。反倒是他身旁的江离见到我，不仅没有露出半点心虚的样子，反而微微仰头直视我的双眼，目光里满是挑衅。我直接无视他，死死盯着苏妍。这句话应该我来问你才对吧？你不是和儿子男人约会吗？江老师怎么在这儿？我的视线在2人之间辗转，语气带着嘲讽：你什么时候和江老师关系这么好了？苏妍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一旁的江离却抢先一步：王太太，您别误会，是我答应了小五，等他看完一本书就带他来吃好吃的，正好他想看电影，我就陪他一起。至于苏先生，他是担心孩子才一起来的。江离的脸上一直都带着淡淡的笑意，声音也格外的温柔，只是说到苏妍的时候，用意味深长的目光看了他一眼，似乎是生怕别人没发现他们之间那点复杂的关系。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不屑一笑：江老师，你记住，你是一个老师，不是我儿子的家长。既然那么喜欢我儿子，
可以跟我这个当妈的打招呼，还是说你喜欢的压根就是另有其人呢？我的语气很平静，但是多年商场打拼，我的气场岂是这些小姑娘能够挑衅的？江离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张了张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可我没想到，一向对我唯命是从的苏妍竟然站了出来。老婆，江老师不过是个小姑娘，你别这样吓唬人家。她的语气里明显带着维护的意思，她也是为了孩子能够多读书，所以才想了这样的方法。江离看着他的目光一脸崇拜，我看着苏妍义正言辞的模样，忍不住摇头轻笑。一直以来，为了维护他的自尊心，在外人面前，我向来给足他面子。可现在，他连脸都不要了，还要自尊心干什么？他一个老师，拿多少钱的工资，做多少钱的事，如此逾矩，真的是为了孩子好吗？我冷冷看着苏妍，一旁的姜老师立刻不乐意了。王太太，这就是您不对了，家长对孩子不管不顾，我身为老师，自然要多关心孩子。说到这儿，他还不屑瞥了我一眼，意有所指道：苏大哥，要我说，您就是对他太客气了，您才是一家之主，他一个家庭主妇，连孩子都看不好。哎，小五真可怜。闻言，我差点笑出声来。苏妍更是心虚的，连我的眼睛都不敢看，想必他自己也觉得丢人。我刚要开口，异变突生，一直站在二人身后不作声的儿子突然冲出来，恶狠狠地推了我一把。老妖婆，不许你和姜老师这么说话。姜老师好看还温柔，我要他做我妈妈，我才不要你。他冲我咆哮着，你根本配不上爸爸，你这个丑女人！这突然的一番话让我愣在了原地，全身微微颤抖，看着儿子，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过去那个天天黏着我说爱我的小男孩。无论老公和这个江离怎么挑衅，我的内心都没有丝毫波澜，甚至觉得可笑。但唯独儿子的一番话，让我的心瞬间破碎。苏小五，你说什么？我鼻子有些发酸，沙哑着开口，可儿子却依旧那副我行我素的模样，高高抬着下巴，看着我的目光没有丝毫爱意，反而满满的敌视。我说，我不要你做我妈妈，你不给我吃饭，还逼着我读书，我一点也不喜欢你，你是坏人，你不配做我的妈妈。这般尖锐的话，连路人都停下脚步，纷纷指指点点。我宛如堕入冰窖，手脚异常冰冷。偏偏这时，江离还在一旁雪上加霜。王太太，孩子说的对呀，你们这些当家长的，总觉得自己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好，但你得按照孩子的意愿来，尤其像是小五这个年纪的小孩，开心成长才是最重要的，其他的等以后长大了自然就明白了。儿子听到他的话后，更加理直气壮。听到了没有？姜老师才是最好的妈妈，我不要你了，你做我妈妈，我一点都不开心。我身体再次微微颤抖，但很快我闭上双眼，深吸一口气，平静下来。儿子还小，虽然说的话很伤人，但他年幼无知，容易被别人蛊惑，情有可原。我要是在这里大发雷霆，反而中了这个姓杨的女人的圈套，适得其反。看着在旁做缩头乌龟的苏妍，我眼底闪过失望，冷冷询问：怎么，你也觉得儿子说的对？苏妍顿时慌了神，她自然不敢跟我离婚的，她心里很清楚，没有我，她根本什么都不是。怎么会呢，老婆？苏妍赶忙跑上前，一手搂住儿子的肩膀，另一只手捂住他的嘴巴。小五，不许瞎说，你现在的妈妈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说罢，他又看向我，眼里满是真诚。老婆，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我保证以后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你原谅我一次，好不好？”我本来想拒绝，可看着一旁脸色煞白的江离，心头升起一丝快意。好，回家吧。苏颜一喜，拉着兀自挣扎的儿子跟在我身后。我转头看了一眼，江离站在原地，眼里满是不甘。我料定这件事没那么快结束。回到家后，苏颜为表忠心，指天画地的发誓，还当着我的面删除拉黑了江离的联系方式。随后又不知跟儿子说了什么，原本还梗着脖子的臭小子竟然破天荒跟我道了歉。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所有人都当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般，日子再度恢复了平静。可很快我就发现，儿子没有了往日的笑容。回到家后，和我之间的对话也越来越少，更多的时候他都躲在自己房间里，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而向来很少接送孩子放学的苏颜，不知为何也主动肩负起了接送儿子的任务。我意识到不对劲，可苏颜却大义凛然地表示自己是想多花时间陪陪儿子。一开始我还没在意，直到有天下午，我正在开会的时候，手机一震，是关系要好的学生家长发来的一张照片。我点开一看，呼吸瞬间停滞。照片上，江离一手牵着儿子小武，在他对面，苏颜满脸笑容，甚至一只手还亲昵地揉着江离的头。哎呦，小武妈妈，你看这不是乱来吗？我盯着照片出神，许久，给对方发了句谢谢。没事没事，我就是看不过去。我苦涩一笑，外人都知道看不下去，可当事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当晚，趁苏颜洗澡的时候，我拿过她的手机，不出所料，她用小号将那个江离加了回来。两人的聊天记录格外的暧昧，纠缠不清。江离不断发各种自己穿着睡衣露出深沟的照片给苏颜，询问哪一件好看。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苏颜会出轨。相比起我，江离要年轻，会撒娇，会拍马屁，就连苏颜那毫无起色、没有任何知名度的小公司都能被他夸出花来，还说苏颜有文学上的天赋。而这些正是苏颜所需要的。他一个软饭男，心底渴望的正是来自异性的认可。因此，他从没有告诉过江离家里的财政问题。一个贪图对方的身子，一个贪图对方的钱，这两人还真是一拍即合。就是不知道，当那个江离知道苏颜其实一分钱也没有，还愿不愿意搭上自己年轻的肉体。我一边翻看，一边将所有的聊天记录截图转发给我，最后删除了聊天记录，而后掏出手机打给了幼儿园的园长。当初之所以会将儿子送到那里，是因为园长是我的老朋友，我还给他捐了一栋教学楼，所以听说我要开除江离时，他连理由都没问，就一口气答应了下来。本以为这个江离会消停一些，可第二天上午，原本该去上学的儿子却跑回了家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他冲上来就要推我，我直接将他拦住。苏小武，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我痛心疾首，这可是我的亲生骨肉，却被那个老师教唆成这副模样，剑打不到我。儿子狠狠瞪着我，仿佛在看一个仇人般。你这个老巫婆，江老师都说了，就是你把他开除的。我根本不知道。儿子这些话到底从哪里学来的？你怎么能这么跟妈妈说话？我痛心疾首。那个江老师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儿子瞪了我一眼，不屑道：是我自己喜欢他，跟江老师没关系。他不像你这个老巫婆。江阿姨温柔又善良，会给我吃好吃的，还带我出去玩。不像你，就知道让我看书。我讨厌死你了！看着随后进门的苏颜，我忍不住皱眉。你就任由他闹？
苏妍反而用责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老婆，你这次真的做得太过分了。姜老师工作能力强，对孩子也有耐心，你根本没理由开除人家。你是有钱，一句话就能让人家失去工作，可你想过没有，他失去工作后该怎么办？我对他越来越失望，直接甩下脸色。工作能力强，你是指他插足别人家庭，诱导别人儿子吗？我倒是第一次见，做老师能做到这份上，见我真的生气。苏妍一下子就慌了，恼羞成怒的一甩袖子，你简直不可理喻。可是嘴上说的硬气，行动上却服软了，拉着儿子老老实实回到房间。我松了口气，以为这件事终于结束了，儿子只是被洗脑了，只要过一段时间，他自然会明白谁才是那个对他好的人。周末，我带着父子二人打算去游乐场里，顺便修补一下感情。儿子虽然还是气呼呼的，不愿意理我，但也没有再说那些伤人的话。可是没等我们开始玩，人群里一道熟悉的身影冲出来，是江离。他不知道从哪儿窜了出来，竟然直接扑通一下跪在了我面前。王太太，我知道错了，求求您别让学校开除我，我妈还在住院，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呀。他的声音很大，立刻就吸引了周边人的注意。我察觉到路人不善的目光，打电话让司机将儿子带走后，直视面前的江离。姜老师，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被开除是你自己品行有问题，和我有什么关系？江离抬起头，眼睛里含着晶莹剔透的泪水，看上去楚楚可怜。王太太，我知道您误会了我和您先生之间的关系，我只是希望做一个好老师，所以和家长的沟通频繁了一些。您儿子是一个很好的男生，我只是希望他的童年可以快快乐乐，而不是被你管控。您如果不想我插手，以后我不管就是了。江离的一番话，就好像我是什么虐待孩子的恶人。果不其然，周边看热闹的人群听到他的言辞，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这女人咋这样啊？人家老师尽心尽力，她倒好，直接给人家工作整没了。哎，你不懂，现在有些家长就是难伺候。江离听到周围人的声音，语气愈发的可怜起来。王太太，我知道您丈夫工作能力好，会赚钱，但不是所有女人都会往上倒贴的。况且，我和您先生只是正常的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如果您平时多关注孩子，我也就没必要联系您先生了。短短2句话，又阐述了我老公有钱的事，又抱怨了我不关心自己的孩子，倒是一语双关。就在这时，儿子不知道从哪儿跑了出来，直接哇的一声扑进了江离怀里，抱着他的脖子不肯撒手。姜老师，我好想你啊，我不想你离开学校。儿子哭得异常凄惨，江离一边摸着他的脑袋，一边安抚着，场景看上去很是温馨。而他们越温馨，落在我身上的指责也就越多。我没有再吭声，只是转头看向身后的苏妍。是你把他叫来的吧？苏妍一愣，脸色霎时间变得苍白，刚要开口解释，我直接打断，故意安排他在人多的地方出来求饶，让我在众人面前被道德绑架，最后不得不原谅他。苏妍啊苏妍，你的算盘打得不错嘛，认识这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你如此有心机。我笑得一脸嘲弄，苏妍眼中闪过紧张，她伸手想要碰我，却被我直接闪身躲开。她慌忙解释，老婆你听我说，不是你想的那样，是小五一直吵着希望姜老师回来，所以我才……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是哪样呢？我冷冷看着他，我看你们3个才更像是一家3口，
我扭头看了眼江离怀里的儿子，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之火熄灭。就算他还小，但我不想再花时间去纠正了。我的心也是肉长的。苏妍的脸色变了又变，扯着嘴角，露出难看的笑容。你别开玩笑了，老婆，什么乱七八糟，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苏妍，你说是黑色蕾丝的睡衣好看，还是白色吊带的好看呢？我看着他，语气平淡，可偏偏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却让他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我没有理会，走到江离身边，居高临下看着他，语气嘲讽：你让我儿子喊你妈妈，挑唆他回家跟我吵闹，让我老公跟我离婚，这也是学习的一部分。江离脸一红，立马大声反驳：你血口喷人，我哪有这么做？原来老师的工作还包括把自己的睡衣照片发给家长啊。不知道江老师发给过多少家长呢？我的声音不大，但周边的人却听得一清二楚。原本那些谴责我的人也都震惊地看着他。江离还想装无辜，但看到我手机上的照片，终究还是颓然坐在地上，如同一滩烂泥。我转过身，看着身后的苏妍，淡淡道：苏妍，你还记得我们的婚前协议吗？苏妍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不过我本来也不期待她会说出来，于是自言自语道：你说过永远都不会背叛我，否则离婚后你净身出户。说到这儿，我直勾勾盯着他的眼睛。苏妍，你觉得自己出轨了吗？我没有，我只是……苏妍还想挣扎，我笑了。苏妍，精神出轨和肉体出轨没有什么区别。苏妍彻底慌了，眼神里满是恐惧。老婆，我不是故意的，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他害怕了，他知道离开了我，他什么都不是。可江离却不这么想，眼看一切都已经暴露，江离索性也不装了。他从地上站起来，抱着儿子走到苏妍身边，冲我挑衅道：苏大哥不用怕，他有什么资格让你净身出户？我冷笑，微微抬起下巴，就凭家里的一切都是我赚回来的，凭我才是公司的总裁。江离傻眼了，有些不敢置信地看向苏妍，声音也有些发虚：苏哥，他在骗我对不对？你不说公司是你的吗？怎么可能？我笑得更加放肆，他的确有公司，只不过那家公司压根儿不盈利，要不是我一直背地里赞助，早就倒闭了。看着僵持的二人，我没了纠缠的兴趣。行了，苏妍，我们夫妻一场，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离婚协议我会寄给你的，家里你和小五的东西我都会扔出去，我们好聚好散。说罢，我转身就要走。苏妍彻底慌了，赶紧过来求我：老婆别，我知道错了，你原谅我一次，就一次，我们不离婚。我扫了他一眼：苏妍，我其实不明白，你跟我结婚，你有什么可不满意的呢？你大学时的学费都是我给的，这么多年，我自认为无论是钱或者面子，我都没差过你的，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苏妍被我问得脸色青一阵白一阵，嗫嚅着一个字都吐不出来。我摇摇头，转身离开，身后却传来苏小五兴高采烈的声音：太好了，江老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妈妈了。然而你原本对他一直都很热情的江老师，这一次却连话都说不出口。我说话向来说一不二，回到家后立刻就吩咐家里的保姆将父子二人的东西都整理好丢了出去。一时间家里变得有些空空荡荡。不出我所料，虽然我和苏妍离婚了，但江离也并没有和他结婚。想来也是，他爱的原本就是苏妍的钱，现在知道苏妍只不过是个吃软饭的，怎么可能还会搭理他？无奈
苏妍又找上了我，企图寻求我的原谅，还带着点儿子，甚至直接跑到公司楼下来堵我。一见到我，苏妍脸上露出讨好的笑容，拉着儿子跑过来。我揉了揉眉心，有些无奈。苏先生，要我说多少次，我们已经离婚了，而且这个月孩子的抚养费我也已经给过了。苏妍厚着脸皮搓手，你别误会，是小五说想妈妈了，想来看看你。说着，他轻轻推了推身旁的儿子，快上去跟妈妈道个歉，说自己知道错了。我打量着儿子，才一段时间不见，他就变了很多，不仅脸色憔悴了，就连身上也瘦了一圈。我大概知道原因，我给他报名的学校，无论条件还是伙食都是最好的，当然价格也是绝对美丽。如今我和苏妍离婚，后者自然不可能有那么多钱供他上贵族幼儿园，伙食条件一下来，自然就瘦得很快。但即便这样，他还是倔强的不肯上前。苏妍急了，脸上的笑容也快挂不住了。眼看我要离开，他急忙用力在儿子胳膊上掐了一下，儿子吃痛大哭，边哭边骂：我不要他当妈妈，我要江离妈妈。原本他只要跟我低头认错，说几句好话，我可能会一时心软将他接回家。毕竟再怎么说，这也是自己怀胎10月身上掉下的一块肉，血浓于水。但看到他现在的表现，我心里最后一丝希望彻底泯灭。看着眼前一脸尴尬的苏妍，我语气平淡道：苏先生，有空跟我浪费时间，不如好好找份工作。说完，我绕开二人，直奔前方的车子。身后传来苏妍和苏小五对话的声音：爸，我好饿，想吃淀粉肠。吃，你就知道吃，老子的计划都被你破坏了，没用的东西。父子二人的争吵声不绝于耳，可我却始终没有停下脚步。那天过后，苏妍还是一直不肯放弃对我的纠缠，甚至教唆儿子来威胁我：你要是不和爸爸复合，我就恨你一辈子。爸爸说了，以后等你老了，我也不会去照顾你。可他和他爸不知道，很早之前我就对他们父子都寒了心。虽然他是被江离给故意教唆才变成那样的，但在我眼里，他并不算无辜。仅仅陌生人的几颗糖，就能让他毫不犹豫地倒戈，甚至不惜攻击自己的亲生母亲。放心，我不需要你养老，毕竟我最不缺的就是钱。老了找个顶级配置的福利院，就连吃饭喝水都有人喂。再说，我还这么年轻，再生一个都来得及。听我这么说，儿子终于忍不住了，大骂着离开。而苏妍得知这个方法失败后，也只能作罢，但他依旧不愿意签离婚协议，我只能和他对簿公堂。由于婚前协议的签订，除了儿子苏小五，苏妍什么都得不到。离婚后，苏妍还是每天出现在我公司楼下，直到后来因为一场车祸失去了双腿，才终于接受了事实。他没有经商天赋，没了我的支持，原本的那个公司也倒闭了。失去双腿后，更是连一些正常的工作都做不了，导致生活条件很差。虽然我有给苏小五抚养费，但那点钱要提供2个人生活，还需要提供苏妍高昂的医疗费，二人生活依旧贫困。苏小五受不了贫困的日子，中途偷偷跑回家找过我几次，希望我可以让他回家，但我只是冷冷拒绝，因为那一次次恶毒的话早就将我对他的爱彻底粉碎。我不需要一个白眼狼儿子来继承自己的财产。至于江离，他重新入职了一个学校，听说依旧贼心不死，用同样的办法想要撬别人的墙角。只不过这次他遇到了一个硬茬子，那男人不仅不为所动，回去还转头告诉了自家老婆，
他老婆是当地出了名的母老虎，竟然找人上门将江离的脸给毁了。事情太大，还上了新闻。这下他想嫁入豪门，最大的依仗彻底毁了。苏妍也好不到哪儿去。残疾之后，他在网络上利用以前的一些照片搞网恋，诱骗那些无知且爱慕虚荣的女孩。可是，一见面，对方见他是个瘸子，立刻就纷纷拔腿跑路。钓鱼计划并不成功，苏妍恼羞成怒，竟然想对一个小太妹用强，结果挣扎中被击中下体，彻底成了废人。再后来，就彻底失去了他的消息，就连儿子都销声匿迹，学校也再没去过。直到多年后，我领养的女儿考上了名牌大学，我在酒店给她大摆升学宴。饭店外面，我看到了一对熟悉的背影，苏小武推着苏妍的轮椅，嘴里不停在骂骂咧咧。曾经的小胖子，如今变成了一根瘦麻杆，而苏妍也失去了过去的精气神。40岁不到的男人，看上去却像是50、60岁一样沧桑。妈妈，您看什么呢？女儿笑着靠过来，我在她额头轻轻一吻。没什么。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